今天我们聊川普啊，他这个美国竞选这件事情呢，就大家讨论很多哈。川普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确实是发起了贸易战啊。我们当然会害怕中美两国之间这些问题会影响的，不仅是美股的问题，还有 A 股啊，还有这个全球的各个方面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说他的一些政策可能会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这个我至少查了，深度阅读了几篇论文啊，所以可能有的内容我们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希望大家还是耐心听下来。美国的竞选周期那个大家要看，那个蛮重要的哈，那个其实也是一个理解美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周期。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竞选的一个大概的流程嘛，我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看这个图啊，这是美国的地图，这一块一块就是不同的州，你就可以理解成咱们中国的不同的省份。然后呢，在11月份的时候先全民票选，比如说这个州票选啊，就这一个州每一个人都参与吧。然后票选出来之后呢，比如说选出来两个候选人选出一个，然后选出一个之后呢，这一个州的这个3张票啊，或者是这种7张票或者30多张票就全是他的了。就只要是这个候选人在这个州，哪怕是他只多了一个，他就通吃这个州所代表的这30多张票。每个州代表多少张票是怎么算的呢？是按他们人口来的哈。这些所有的州，所有这些人口所代表的这个票叫选举人团，加起来是538张。那超过半数就赢嘛，那就是除以2是多少？269。那你要是超过这个半数，等于说你要是270票的话，你就赢了这个总统。所以到最后到12月份的时候，由这500多个选举人团代表他们这个州当时票选出来那个结果，然后再来投票，听懂了吗？但是基本上这个票选结果出来以后，也就能知道这538张票到底是投给谁了。这里是全民投，这里全民投出来呢，就是说看谁把哪一个州的票吞掉了，然后每一个州呢又由不同的人口数，它可以代表这个权重，然后这个权重是一共是538，谁要是得了超过270就赢了嘛。就是说现在是拉票期嘛，在12月份的时候就出来了，然后等1月20号左右，就新的总统就开始上任了。所以呢，你看吧，这个4年1轮的大选啊，这川普也挺不容易，川普挺厉害，川普其实是最有经验做总统竞选的候选人。目前他已经竞选了3轮了，上轮输掉了嘛，再上一轮他也参与了嘛，所以他已经是第3轮来竞选了。上一轮是2020，这轮是2024年。那么2024年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选举年嘛，恰好2024年又碰到了一个降息周期。这是我昨天调取出来的最新的一个降息的概率，这是对于9月份的降息或者加息的概率。那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4月份，大家认为9月份降息只有78%，在5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聊说过度的去交易降息哈，降息不会那么快的来。到现在目前大家认为说降息的概率到9月份的时候降息的概率就是100%。那等于说我们现在市场交易的是9月降息，对吧？那我们说这个选举呢是11、12月份，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的交易在选举之前，在投票之前11跟12月份，所以它等于说一个降息周期跟一个选举周期怎么样撞到一起了。所以这就会增加了一个不确定性啊，因为呢，有的人肯定希望说在选举之前先不要去做任何动作，从短期来看，因为它不稳定嘛，它就是只要你有动作就是一个不确定性。当选举周期撞上降息周期，短期呢就是降息表的不确定性。那长期呢，就是说我们上次有讲过，一个政治周期一般最难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什么都是在前面2年推进，你看你到后面2年推进已经来不及了，你前面2年推进，后面2年看到效果，好为你下一次当选去做准备。所以一般都是前2年去推进新的政策。那它前2年的新政策集中推出的话，一般都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那么可能会推高通胀。如果说新的财政政策推高通胀之后，这个降息9月份是不是就难了？对吧？我们说降息主要看的是通胀，
还有就业，对不对？现在目前主要看通胀，为什么？在大通胀期，通胀比就业更重要。你们记得我们当时讲，一个长周期的美债40年下来，现在又往上走，现在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是不是？在这一个整个通胀的下行期，就业是更重要的。在这个未来大概率通胀是往上走，在这个大通胀期，控制通胀更重要那价格呼呼往上涨，那对吧？那这个也是民不聊生当这个他俩遇上，就是短期是因为大选不太确定嘛，因为谁都不想有动作，对吧？那长期就是说他这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可能是高通胀，这个降息又不太确定，就这两个东西撞一起就有不确定性。我们现在呢，说实话，金融市场的交易不确定太多了，对吧？川普上台之后，他会有什么的关税政策，会对中国的一些东西，会在这个贸易就是关税上会有什么其他的动作，我们到现在谁都不知道。我们不可能去交易不确定性，我们只能做的是我们想办法去找一些概率更高的确定性的相对确定性金融市场没有确定性，只能说相对更有确定性的东西。那我们说呢，竞选也不确定，降息周期也不确定，咱们看什么我们看关税不管谁上台，关税都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特朗普上来之后呢，在税方面呢，一个就是说所得税，对吧？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要往下降嘛他为什么往下降？因为他加收了关税，就是个人的所得税跟企业的所得税它都要往下降，它不能再往上升。如果它关税往上升，个人所得税再往上升，那就民不聊生了，因为这些税最后都是转嫁在本国的消费者上。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当然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关税问题。这个关税问题很有意思首先我们先看这个特朗普的关税的初衷是啥？是想要降低贸易逆差，啥意思？我不买你国外人，我不买你中国的货。为什么说特指中国？因为中国确实是全球制造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那我们说，我们美国把我们的消费不要光买你们的，我要买我们自己的。很多人讲说，就是说白人他层次会高一些，对吧？其实我跟你说，白人的工人阶级也很惨。美国虽然是发达国家但是底层人民很多还是很惨很惨。就是说现在特朗普的选举那个团队里面，他设置的那个副总统就是万斯嘛，本质上就是说，当产业在变化，你也可以理解为康波周期在变化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大的工厂，钢铁工业也好，什么工业也好，汽车工业。当这个汽车工业在一个地方发展起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乡下人到这个地方来。但是当这个工业衰败的时候呢，从别的地方来的这些穷人又再次变穷了。它这个地方叫铁锈地带，其实就是说以前呢是钢铁它很发达，在这个工业产业很发达的时候，那现在呢就生锈了所以叫铁锈地带。而往往在竞选的时候呢，这个铁锈这些州吧，它是摇摆州。刚才我们讲这个美国竞选他们用红跟蓝来代表不同的这个州的民。就比如说吧，有一些州它就不是摇摆州，啥意思？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州它支持共和党，你民主党你在他那个地方去做宣传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你是浪费时间，你不可能赢，听懂吗？假如说这个州有90%的人去支持共和党，你民主党你过来，你就是往回拉个20%的票，多吧？多了，你还是拿不到半数以上，也就是70%还是在人家手上。一些州它就是坚定的支持某一个党，你另外一个党你就不要去玩了，也不要去抢了，没有用，对吧？所以大家抢的是啥呀？大家抢的是摇摆州。啥意思？比如说这个州54%去支持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去抢一下，我只要抢到5%，是不是我就赢家通吃了？听懂吗？我就赢家通吃，就你这个州的30多张票或者多少张票吧，我就可以全部拿掉了，对吧？所以大家抢的是摇摆州。什么样的地方是摇摆州啊？就是这种铁锈地带，原来的制造业。那现在这些制造业在哪里呀？跑到中国来了。为什么特朗普找了一个这样的人来当他的副总统为什么特朗普要在贸易战上下文章？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目标，他的选举目标。
其实吧，这个产业转移到中国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它不是一个谁来决定的，它是一个大趋势。对，这个铁锈地带啊，它就是摇摆州，就是它不确定，它不稳定，就这儿的选民没有坚定的支持哪个党啊。上次特朗普在选举的时候呢，大家普遍都认为说他拿不到铁锈地带，因为首先人家那边是工业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属于底层人，特朗普跟他们是两种人，所以大家就认为说他拿不到。结果特朗普最后赢，就是赢在了铁锈地带的选票上。所以这次呢，他又搞了一个这样的副总统，几个方向：第一，他年轻，可以为未来培养候选人；第二，就是说他可以拿到这个州的选民啊，因为大家会认为说，哎，他更懂我们，对吧？那经济目标，他说他想提高关税哈，降低对国外的依赖，然后减少什么，然后增加国内的就业。假如咱们当总统，咱们也希望说，哎，这钱不要让外边人挣了，最好是我们自己国家生产出来的东西，我们自己就买。你想象一下，假如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啊，我们不分中国、美国什么什么，就把这些国家看成不同的人。然后这个村呢，共同生产一些产品啊，这个产品呢，上游、中游、下游，对吧？从原材料到制造，从制造到消费。如果你在某一个环节设置了一些摩擦，就设置了一些困难，你们觉得这个整体的生产效率是会上升还是下降？假如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地球村，一个大的集体，一个大公司，这个公司进货、生产、出货，然后这个公司的部门之间呢，非要产生一些摩擦，就是部门经理非要去搞一些东西，这就是说他给我制造一些麻烦，那我再反击一些麻烦。你们觉得整体这个产出是多还是少？是少。所以我跟你们讲哈，整个的美国内部的生产效率其实加关税以后它是下降的。从2022年开始到2023年，当贸易战发生之后，美国的生产效率、就业也是从生产效率，对吧？整体的产出，刚才我们讲下降了嘛，从生产效率到物价到就业，到底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就这几年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出了很多的论文来论证前面这几年，就是说它生产效率整体是下降的。当你这个贸易战你罚我，我来反制，整个其实伤害最大的，在各个方面伤害最大的是这个参与人。他想要增加就业，有没有增加就业？等会儿我给你们看。他想要控制物价，有没有控制？等会儿给你看。好了，那么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它上来的关税问题，对吧？你什么个人所得税这些我们不管，我们就看关税对我们影响比较大。关税其实到后面等我讲到结论的时候，你们会恍然大悟。有4类关税，一个是上游关税。上游关税啥意思？就是说你美国进口的一些钢材呀、铝材呀这些，它进来它是原材料，它不是一个成品，所以对上游征的关税叫上游关税。然后下游关税就不用讲了，你在国外都已经制造好了，是最终产品，我可以直接卖，对吧？然后是国内保护关税，啥意思？就是只要是你进口的商品，我全都给你加税，你加了税了，你的价格就高嘛，那我本国的人民就会去更买本国的产品，我干嘛要买你外国的，对吧？是振兴他们制造业嘛，就所谓这个铁锈地带，就是万斯他们这个副总统生的那个地方，对吧？就是摇摆州。还有个叫转移关税，就是对外企竞争对手。这俩有啥区别啊？这个是所有的进口商品我要征税，这个是呢，只要你是外企，你不是我自己的国家，我就对你征税。那特朗普在这4个关税当中，他主要是征什么？他主要是搞这2个上游的，跟这个，跟第3个。但是我们先不纠结他搞哪个，我们先把这4种关税到底有什么影响啊？上游关税有什么结果？增加了生产成本嘛，所以它物价是上涨，通胀会起来，对不对？然后呢，它就业呢，它是美国的企业从海外进口的时候，你成本就上升了，企业裁员啊。所以上游的关税你征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本国的通胀价格升高了，然后就业降低了。
那下游的关税呢，就来了以后不用我们生产，我们可以直接卖，那直接增加了产品的价格，需求降低嘛。你比如说大量的衣服是从中国产来的，对吧？你就是增加了税之后，大家还是买中国的衣服，因为本国的这个衣服它还是太贵，但是中国这个衣服价格又上涨了，那就整体的需求降低了嘛，就业影响不是那么大。这个不是我们推的逻辑啊，这个是这个论文的数据，看到吗？这是上游，这是下游，这是国内保护的关税，第4个转移关税，这是论文出来的这个结果。我只是把这个结果呢给你们再捋一遍，这个不是我们凭空去想象，在贸易战发生之后这些学者去做的研究。那么下游关税其实它对就业影响不大，而需求降低了。然后国内保护关税呢，就是所有的产品进到我们国内，只要是进口的，我们都收你的关税，都让你价格更高，就让你买我们本。那我们说本国的商品价格不变，其实物价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理论上来讲呢，应该是保护了本国的企业的就业，对吧？但实际是有负面影响的。为什么不知道？它就是有负面影响。我这么想，这个逻辑有可能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美国更多的就业就是在消费端，不是在制造端。就你铁锈地带，你是有制造业工人，可是你铁锈地带的人口比较低，就你这一条产业链，美国确实在制造业上会有一些就业，但是更多的就业是在消费端。当你去就这儿的时候，你影响了下边这个消费端的就业。比如说这是1，这是80，那你对它的影响肯定更大。你救了它，但是你这80影响更大，所以你其实是有负面影响。然后就是转移关税，这个对就业确实有好处的，物价影响较小。我们会发现啥？特朗普是这样，上游的关税嘛，就我们这边产出的半成品也好，还是什么品好，它主要征的是上游钢铝，对吧？裁员，然后它又做的是国内保护关税，实际有负面影响。价格呢，从研究来看是价格没变。我们再往下看啊，其实他是想保护本国的就业，但其实并没有。我认为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政治的博弈，要竞选。我们从论文的数据已经能看得出来了。我们看这一个结论非常重要，不是我们对立方出的数据，是人家一个国际组织出的数据说特朗普在2018到2019对这么多的价值美元的品种征了关税之后，对美国人征的关税将近800亿美元的新税，相当于最大的税种之一。意思，美国我们讲它在整个全球的产业链当中，它是消费端，对吧？你在这儿加税，在这儿加税，在这儿加税，最后仍然由这些消费者去买。美国本国人多增加的那个税，多花的那个钱是800亿美元，相当于特朗普政府对这个美国本土的居民多征了800亿美元的新税，是最大的税收之一。听懂了吗？你想抡起拳头打别人，却打到了自己的脸，对吧？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啥？这些人他挣更多的钱买东西，代表着更高的什么？通胀，物价都涨起来了，价格都更高了，难道不是通胀吗？或者这些税到了美国的财政那儿，财政再花出去，是不是又推高通胀？咱别管谁当选，其实最后都一样，通胀谁也阻止不了。我们觉得特朗普你给我们加了这么多税，我跟你们说，拜登这一届他不仅保留了大部分的关税，并且于24年的5月份宣布了新的关税，对半导体和电动汽车精准打击咱们的这个高科技，又额外的增加了这么多的税。给你们看看这个图，这是在贸易战当中川普征的税，这是拜登征的税。拜登征的更多，他不但保留了，他还在更加精准的去打击。其实我们不用过度去关心谁什么特朗普交易、拜登交易，不管谁上台都会搞关税，搞了关税就会怎么样，都转嫁在了消费者头上。还是那句话，假如地球是一个地球村，你各个部门之间的摩擦更多了，产出肯定更少了，你生产效率更低了，那价格就往上升嘛。它都转嫁在了消费者，而消费者是美国人啊。好，我们再看一组数据，这是贸易战加在美国人身上的
平均每一个家庭的钱。2018年因为贸易战，每一个美国家庭平均多花200，2019年也差不多200，2020年300，2021年更多了380，2022年380，2023年300美元到400美元左右。中美打贸易战，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要多花出来300到400块钱，多花这些钱去哪儿了？去买什么了？去买商品了。商品的价格上升了，通胀降息。为什么不敢降？因为通胀，但只要降了，通胀就会上去。哪个政府哪一个党当选了，都会搞关税，关税一上去，商品的价格上去，不管怎么样都是通胀。几百美元在美国百姓算多吗？假如你要减肥，你每一顿饭就多吃一口饭，你觉得多吗？你一天3餐，你每一顿饭你只多吃一口饭，你觉得多不多？不多。这一顿饭多吃这一口能给你带来多少的增重呢？可是你经不住每一个家庭都增长，你经不住你每一顿饭都多吃那一口啊。而且你要想啊，平均每个家庭多加这么多。我们说特朗普主要是上游关税跟国内保护关税，它对就业其实主要的是负面影响，这是那个论文哈。上游的是对就业是负的，只有一个是正的影响，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转移关税。转移关税对就业是稍微有正向影响，统计学上就要讲说显著影响哈。但是特朗普搞的不是这两个，是这两个，明白吗？所以总体上来说，它对就业是负面的，对物价也是往上推了。从研究来看，特朗普跟拜登这俩人搞的这个关税将使长期的 GDP 减少 0.2%。 为什么？还是刚才我们讲那个地球村啊，长期 GDP 是下降的。为啥？我们不分中不分美，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大企业，你部门之间有摩擦，你产出怎么可能好？ GDP 长期是减少的，资本存量也是减少，就业岗位减少142000个全职的工作岗位。这个不是说给中国减少啊，是给美国自己减少了14.2万个全职工作岗位。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哈，每一个家庭成本增加了，现在是作为总统竞选的一部分。特朗普提议大幅度提高关税，如果实施的话，他提议的关税上调将使税收每年增加5000多亿美元， GDP 将减少 0.8%， 资本存量减少 0.7%， 就业岗位减少将近70万个工作岗位，而且还没有考虑到假如其他国家对他的贸易战的报复。啥意思？刚才这个地球村啊，这个摩擦更严重，它在美国这个产业链上，它就那个可能导致那个80个人会受影响，你听懂了吗？但是他为了竞选，他没办法，因为那个就是那个摇摆州。我们分析了半天特朗普交易啊，本质上其实就一个结论，是大概率事件，通胀会往上涨，然后再叠加降息周期。好了，我们又回到我们开头讲的那个了，当竞选周期撞上降息周期，大宗的牛市是从2020年开始，现在依然是起始阶段。搞什么资产？搞黄金。黄金是不管是在这个整个不确定周期里面确定性相对最强的，相对于就是其他任何资产它的确定性最强。但是黄金一跌就1年，要选择低点进。如何理解数据啊？我把白银的数据单独拿出来啊，这个是从0到10，你们会看到这是到0啊，到10啊，看到吗？那你说这下面怎么走啊？这个趋势在这摆，我跟你们说一定要关注数据，这是超短周期的数据哈。它到了这儿，它不往这儿走，它往哪儿走啊？所以现在下跌，你说前段时间有竞选的这个波动啊，它往上涨啊什么，很正常呀。大家讲说，那你为什么不等到最低点？我还是那句话，你超短周期数据吧，就是超短周期，你依旧要看的是一个踏空风险的问题嘛，你自己去衡量嘛，对吧？你风险偏好低的话，你就等数据嘛。我啥时候低于1，我就什么时候做就完了。包括黄金也是，黄金你别看前段时间在竞选过程当中有一些扰动哈，大幅度又创了一次新高，还是下来了呀？为啥呀？也是一样，它就到了那个它就要下来。我还是那句话，你怕波动，你就在最底下那块进，
然后用3要素，任何资产都是，股市也是，黄金也是，白银也是，原油也是，什么都是，你就这么进，你会很舒适的。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图啊？通胀周期跟通缩周期，通缩通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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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过去100年的数据都不算数，那你可以认为它可以继续通缩啊。但是我作为金融分析，我还是会去看数据的，我不会用臆想的。它就是到了一个10年至少10年周期的一个大通胀期呀。油价早晚要上100元的，早晚的事情。到最后，我跟你说，美国人的中产阶级挣的钱也就够餐桌上的饭跟车的油，这就是我当时讲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怎么来对冲啊？怎么来对冲这个对生活的影响啊？买啥呀？商品上涨就买商品嘛，去对冲对你生活的影响嘛，就是这么简单嘛。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大的架构的一个变化，更高确定性的不是股票，是商品。在过去的，从我在斐济，我记得我就开始讲了2年了吧，一直在讲商品，黄金、白银、原油这些东西，大通胀期嘛。所以我们讲交易特朗普也好，讲这个降息也好，最后讲的其实还是商品，还是通胀。更多投资策略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微庄主低策略圈”。